大家好，我是彼得舅舅，歡迎大家回來我們的頻道。舅舅最近在忙什麼呀？舅舅與舅母去了新山拜訪朋友2天，除了吃吃喝喝，還特別向他高齡的潮州籍貫母親學了這道潮州紅桃飯粿。本櫃安迪已經80多歲了，知道我們想學，他特別開心。他正擔心他這食譜與手藝後繼無人，所以毫無保留的傾囊相授，真的很感恩。回家後，舅母照着做，很行哦。鍋裡倒入1點清水，加入60克洗淨後的花生米，中火煮半小時。這是清水浸泡了3小時後的糯米，瀝乾水分，加入半小時鹽拌一拌，讓糯米有個底味。加入200毫升清水，這水剛好沒過糯米就行了。放入蒸格內，大火蒸20分鐘。時間到熄火，直接取出。趁熱將糯米飯剝散開，後繼會比較容易處理。好了，先擱置一旁，降溫後備用。鍋內倒入適量食用油，120毫升左右，100克小紅蔥，切片後倒入中火爆香。油爆至蔥片金黃色後，離火，將油瀝出。原貨不需清洗，燒入3大匙瀝出的炸蔥油，再用中火爆香所有食材。3朵切成丁的香菇，永遠發光。60克蝦米，這蝦米要預先清洗乾淨，再浸泡20分鐘。40克甜菜脯，這甜菜脯過個水，瀝乾就好，不用浸泡。蒜末30克，將所有食材一直拌炒至溢出香氣。太微香，漫過時光，傳承的那份滾燙。接着將爐調至低火，將預先備好的糯米飯加入，稍微拌一拌，避免底部燒焦。接下來我們來開始調味了，1大匙蠔油，1大匙魚露，最後再1小匙胡椒粉。這簡簡單單的調味就足夠美味了。煮熟後的花生米，這花生雖煮了半小時，還有一點脆口，嚼起來很香的。最後是降溫後的油蔥酥，將全部食材稍微拌炒一會。喜歡內餡米飯比較軟糯的朋友，煮花生米的水可以加入一點。熄火，用雙筷子將米飯撥散，盡量將米飯與其他食材拌勻。在心底永遠發光。這紅桃粿內餡完成了，接着我們來準備糕皮部分。鍋子裡倒入700毫升清水，加入1小匙食用鹽拌一拌，蓋好，大火煮開。取出水磨粘米粉300克，倒入1個乾的不粘鍋內。50克番薯粉，這在一般超市裡都有出售。爐開最低火，將粉料輕輕拌炒，炒個5分鐘左右，這粉會越來越輕。好了，這樣就能熄火了。將火熄掉，在煮沸的熱水內加入1點紅色素，很少的量，這樣一點淡淡的粉紅就好。再將沸騰的熱水全部倒入炒熱的粉料中，將粉與水拌勻，一直拌至無乾粉狀態。這攪拌動作需要一點力度，舅舅比較建議您用個不粘鍋，再找個人幫您握住鍋的另一頭，這樣就會比較輕鬆。
好了，大約這狀態就可以了。蓋上鍋蓋，燜個10分鐘，燜過的麵團變得很 Q 彈。這時候的麵團還是有點熱，只要在手不可接受的範圍內，就要開始揉麵了。加入70克木薯粉，再另外準備1碗室溫涼水。揉麵過程中感覺燙手，就將手泡一下涼水降溫，重複這動作直到麵團完全揉勻。煎中勺入3大匙炸蔥油，在心底永遠發光。再將油揉入麵團內。這時候如果感覺麵團還是不夠濕潤，手可以繼續沾水揉勻。最終您會獲得一塊像視頻中一樣非常 Q 彈、軟糯、濕潤且延展性高的麵團。這大麵團可以配搭2份糯米內餡。如果不想做這麼大量的朋友，只要將這糕皮材料減半就可以了。大家來看看，必須揉至這狀態才行哦。用濕巾蓋上，避免風乾。揪出一小面積35克搓圓，塑料袋剪開，上下各墊上1張，將小面積擀薄。在桃形模具內上一點薄薄乾粉防粘，再將糕皮倒扣在模具上，輕輕將糕皮挪一挪，讓糕皮陷入模具內。手指上可沾點乾粉，比較好操作。勺入3大匙糯米內餡，這尖角部分要填滿，這部分是每個人開吃的第一口，第一感覺特別重要。借助塑料紙不粘效果，將糕皮輕輕裹上，去掉糕皮重疊部分。全程借用塑料紙防粘，盡量少用乾粉，乾粉用多了成品會變硬，降溫冷卻後糕皮也會裂開。用掌心將糕體按至緊實，輕敲模具，再將糕體倒扣在膠液上，1個生坯就完成了。糕邊稍微整理，感覺上會比較工整。在心底永遠發光。直接放入蒸格內，蓋好，避免受風。再來一個，擀成約2毫米圓片，直徑18公分左右，模具內上粉，再將糕皮倒扣。模具3個角要填滿內餡。過期飄，過期香濃。糕皮蓋不滿的部分可以再貼滿。一碗暖，化進風霜，太微香。糕皮很薄，中火蒸10分鐘就行了。時間到，熄火，將糕取出製涼。待稍微降溫後，在表面刷上一層薄薄炸蔥油，這會比較香，不變硬，疊起來也不會粘在一塊。成品淡淡粉紅，很好看。糕皮很薄，隱約可以看到內餡。哇，超棒的！每一口吃到的都是香香的糯米內餡，很滿足。糕皮這樣做法真的很薄很薄，傳統的手捏法可能就沒法達到這效果，是這樣嗎？如果舅舅有說錯，敬請大家糾正。這是室溫下隔了1夜的桃果，我們來看看在沒重蒸的情況下是怎樣一個狀態。紅桃果隔夜不變硬，不需要重蒸就可以直接享用，還是軟軟的。是的，大家喜歡今天的分享嗎？美味的傳統糕點不學着做，失傳了，可惜。謝謝潮州安迪的不吝賜教與做法分享，也謝謝正在觀看視頻的您們，分享帶來喜樂。我們下一支視頻再見。大家好，嘟嘟來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彼得舅舅，今天要給大家推薦一個茶果新做法，鮮香美味的五香果。這是舅舅在網絡上第一次分享，無論是趁着清明節祭祖，
或日常當成早餐或下午茶糕點都很棒，還請大家分享給您的朋友們，您的朋友和我們都會感謝您。蝦米40克，清洗乾淨後泡軟，乾貨內倒入約100毫升食用油。80克小紅蔥切成薄片後倒入貨內，中火爆香。熬了幾十年，媽媽的味道刻在我心田，代代相傳。蔥片油爆至金黃色後，轉低火，將油瀝出，一口下去就到了永遠。保留一點油，約1大匙左右。預先備好200克花肉，切成小顆粒狀，加入一起爆香。老街的香氣飄了幾百年，鍋邊的魚。接着是泡軟後的蝦米，也加入一起爆炒至香味溢出。傳承的手，接過老滋味，一口下去，全是家鄉的味。1大匙的生抽，1大匙白糖，半小匙五香粉，這五香粉請選用優質的，香味才足。半小匙胡椒粉，1小匙鹽，口味比較重的朋友，這鹽與糖可以多加一點。接着再將食材與調味料一起炒勻炒香，整個完整拌炒過程約3分鐘左右。老街的香氣，食材炒香炒勻後，離火盛起。鍋邊的餘溫暖過多少面。炒香後的五香肉丁是這狀態，先擱置一旁，待涼備用。橙色番薯100克，切成薄片後放入蒸格內，大火蒸20分鐘。料理盆中倒入水磨糯米粉400克備用，任何牌子都可以。阿公的火候熬了幾十，將蒸軟後成熟取出，趁熱搗成泥狀。可以用其他薯類代替嗎？馬鈴薯或其他顏色番薯都可以，只是選用橙色番薯，成品色澤上比較佔優勢。成熟搗成泥後，加入糯米粉中，接着是炒過的肉丁，再拌一拌勻。先將肉丁都均勻地裹上一層乾粉，經這環節處理後，這肉丁會更容易與麵團混合。待這糯米粉揉成團後，肉丁不會一顆顆脫離。鍋邊的餘溫暖過多少面。拌成視頻中這狀態後，取出250毫升熱水，分次慢慢加入，邊加入邊拌勻，一直拌至無乾粉狀態。基於不同牌子粉的吸水量有別，這熱水的用量還需靠自己酌量，所以最保險的做法就一點一點加入，才不會出現水過量的問題。拌至視頻中這狀態基本上就可以了。這時候再加入2至3大匙炸蔥油，約30至40毫升左右。這時候食材也比較降溫了，所以可以用手揉勻，將所有食材揉成一塊大麵團。老街的香氣飄了幾百年。大家看到了嗎？揉勻後的麵團，因為成熟的關係，呈現出淡淡棕褐色，與成品主題很搭配，不會有突兀的感覺。有道理。揉勻後的麵團是這狀態，不沾手，如耳垂一般軟度。接着將麵團分成小劑，每小劑重量與大小可隨個人喜歡，自行決定。舅舅一般上會取60克為1小劑，這裡一共分出17小劑，然後用濕巾蓋好保濕。再剪成小片的香蕉葉面塗上一層薄油防粘。來自歐美國家的朋友常常留言買不到蕉葉或價錢特高的問題，沒關係，大家可以改用粽葉或一般烘焙紙替代，都可以，沒有問題的。鍋裡倒入約2公升清水，預先煮開，取出1小劑麵團，再次揉勻。老街的香氣飄了幾百年。在手掌心抹點蔥油，再將小麵團搓成橢圓形，接着用拇指腕輕輕按扁，
按成約1公分的厚度，再墊上一片香蕉叶，一个5香果生坯就完成了。真的简单容易，是吧？相同的步骤一直重复至完成。如果搓成圆形可以吗？可以的，這甚至可以挨入模具內，再扣出任何形狀都沒問題，像一般做紅龜糕一樣都可以。舅舅今天這做法是希望帶給新手們一個信心，用最簡易且不需要任何模具的情況下，就能做出美味可口的糕果點心。了解。在生坯表面先抹點油，一會蒸熟後就不用再塗油了。整齊地擺入蒸格內，水上氣後將蒸格放上，蓋好，中火蒸15分鐘。因為糕體比較厚，15分鐘最保險，不會有蒸不熟的問題。煎中開蓋1至2次，抹乾蓋內的水蒸氣，這樣就能避免水滴在糕面上。時間到熄火，直接將蓋打開。哇，很香哦！是的 ，Q 彈軟糯的5香果終於完成。5香果跟着舅舅的食譜與做法，室溫擺放1整夜也不會變硬。第二天，糕體完全收水後，會將表面的油分稍微吸收，整體看起來更清爽，更加美味。媽媽的味道刻在我心田，代代相傳，不變的執念。哇，真的太好吃了啦！是的，這是很大眾化的口味，是很多人都會喜歡的小吃做法，有點像在吃肉粽的感覺。對對對，真的很像。舅舅建議大家一次多做一點冷凍，想吃的時候取出來煎一煎，那才是一個香呀。今年的清明節，大家可以試着這樣做，嘗試做一次小改變，然後再告訴舅舅喜歡與否。感覺喜歡，請給個讚，請分享給您的朋友。對，舅舅編寫食譜，嘟嘟負責去餵，好吃。是家鄉的味